易懂的汽车结构视频了，看起来根本不用带脑子。那我们先从发动机开始吧。这是燃油的供给系统，它的作用是向发动机供给一定压力的燃油，燃油从油箱经过输油管，再经过喷油嘴，将雾化的燃油喷入发动机气缸。一台家用汽车发动机的零件多达600多个，其作用是把燃油的热能通过气缸内燃烧做功产生的膨胀气体，推动活塞做功转化成机械能。发动机活塞做功后，会让发动机部件产生高温，温度过高会导致机械强度变差，所以需要冷却系统为发动机散热，让发动机保持在安全的数值范围内。其原理就是冷却液吸附发动机的热量，高温的防冻液在经过散热器降温后，又继续回到发动机吸附热量，如此循环。燃油燃烧后的废气就需要排气系统排出车外，从发动机经过排气歧管，再经过3元催化净化，通过谐振器降低排气时的震动，最后经过消音器排出车外。发动机产生的机械能会经过传动系统把动力传递到车轮，经过变速箱，再经过传动轴，再经过差速器，通过前轮轴或者后轮轴，最后传递到车轮上，推动车辆行驶。车辆行驶的过程中，如果要让车身的颠簸更少，就少不了好的悬架。悬架的作用就是让车身尽量保持在一个水平面，上方是车身，下方是车轮，目的就是让车轮遇到坑洼跳动时，尽量减小车身的抖动。如果要让车辆在行驶中转弯，就需要转向系统的操控，驾驶员转动方向盘的力会经过转向助力泵的加持，通过行星齿轮调整转向器，控制前轮方向，来达到汽车的转向目的。如果要刹车，那就需要用到刹车系统，驾驶员踩下刹车踏板的力会经过真空助力泵的加持放大，刹车油又推动刹车卡钳上的刹车片与刹车盘进行摩擦，达到减速停车的目的。踩刹车的力度越大，刹车卡钳就夹得越紧，刹车距离也会更短。如果来不及刹车，那就需要用到安全系统了。发生较大碰撞时，方向盘和副驾驶的安全气囊会弹出，安全带拉伸器也会收紧安全带，把驾驶员和乘客绑在座椅上。整车这么多工作系统需要精诚合作，就需要用到电气系统，包括了复杂的线路、传感器、汽车电脑、发电机、大灯、电池等，其作用就比较多了，提供电力供应，保证汽车整体正常运行，更是直接影响到汽车的动力、经济性、可靠性、安全性等。汽车的结构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这应该是最简单易懂的汽车结构视频了，看起来根本不用带脑子。那我们先从发动机开始吧。这是燃油的供给系统，它的作用是向发动机供给一定压力的燃油，燃油从油箱经过输油管，